各位網友，大家好啊！玩書走天涯，走進歷史，走出現實。就在現實中，最近幾天啊，這個中國足球隊又再次在亞洲盃敗於了日本0-4。很多網友覺得很懊悔啊，怎麼中國足球這麼多年一直走不出去呢？走不出亞洲呢？啊，王是這裡跟大家分享一個結論啊，很殘酷啊，就是中國足球隊的水平目前已經在中國各行業已經是最高水平，它最和國際接軌。比方說我們隨便說吧，在科技方面，獲得諾貝爾獎的數，日本達到了30枚，是吧？中國多少？屠呦呦一個吧，30-1。軍事上面，日本在高峰期啊，二戰以後，日本不讓這個航母了，是吧？高峰期的航母是25艘，中國到目前為止全力發展只有3艘，25-3。再談經濟 ，GDP， 日本的人均 GDP 3.3到3.5萬美元，中國多少？號稱是有1點多萬美元啊！玩書打個很大的疑問啊！就算這樣，也就3-1吧，對吧？人口密度是吧？每平方公里養活的人数，日本一個小島國是吧？那毫無疑問，它的養活人數比我們多了。他們是每平方公里330人，中國只有145人，所以在各個方面都不如日本。足球只是一個縮影，一個窗口而已。我們再來看其他的地方，比方說談到新聞自由度，趕不上足球，對吧？你中國的新聞很多東西它還是吧，它不讓你報道，它不是實況轉播，好歹中國足球是實況轉播，大家同意吧？這個起碼跟國際接軌了。我們再來看這個中國的這個法院體系，法院体系只有法官的，沒有這個陪審團，是吧？不像這個美國這個有陪審團，是吧？其他的发达國家有陪審團，是吧？那就靠法官了。那足球好歹有個裁判呢，對不對？裁判我起碼還有一個主裁，好像2個邊裁，是吧？起碼有3個裁判來判斷這個足球的這個公不公平啊，有沒有違規啊？那你中國的法院呢更差了。對不對？所以為什麼這個中國有這個彭宇案呢？是吧？小伙子扶了一個老人之後，什麼法官一判說，為什麼不是你撞的，是為什麼你扶的呢？那好，這一下子把我們的法院體系往後拖了上千年，是概念嗎？你法院的不公正了，司法不公正，你還談什麼東西？是吧？我們再談的青年指數，這是在西方叫 CPI 指數，對吧？就是你的腐敗，是吧？你冠冕腐敗這一塊，日本的青年指數是71分，中國是43分。日本排在全世界這個20名，那算是比較青年的。中國排在這70多名，那這麼比起來，比分多少？我們再談一個教練，那中國的國足好歹請了國際教練，你像里奇，是吧？當年这個號稱是千萬這個歐元還是美元，我記不得了，對吧？100萬美元的這個球星也引進了，是吧？大力這個是吧？來傳幫帶，是吧？來輔導，來教練，是吧？那其他行業呢？那你更是不行了，那還沒有請什麼大牌教練呢，是吧？沒請大牌明星呢，那你更不能跟國際接軌了。所以別看中國足球在這一塊還真是跟國際接軌接得比較好的啊，又有實況轉播，又有裁判員，是吧？還有國際接軌，其他行業我跟你講那更差了啊！我不剛才說了嗎？科技行業、軍事行業，哈哈，有的網友可能不服了，說中國那好歹我這個是製造業大國，那我的這個產品呢我做得很好，對不對？好什麼好？中國現在的產品雖然是這個Made in China 走向全世界，但是它也同時是假冒偽劣的代名詞，難道不是嗎？我們在這個泰國，滿街跑的車都是日本的這個車，就幾乎沒看到中國的車。誰不是好又想用的既便宜又好的車呢？性價比誰不想？但是呢，發現後來用了中國的摩托、中国的车之後，發現問題很多啊，所以大家還是買這個日本車。你把特斯拉和那個小米比一看，哪一個好？小米隨時起火，是吧？特斯拉是吧？經常我看到很多視頻，撞的車撞爛了，那個但是人安全。所以說，我覺得中国的制造雖然能走向世界，那是在什麼？在低人权，就低工資、低人权這塊，是吧？環境污染不考慮，
這樣能走得出去。那這一塊呢，中國是毫無疑問，那裡是領先的、牛的，就像電柵園一樣的。為什麼在這些柬埔寨電柵園中國人辦的，在這個緬甸電柵園中國人辦的，在迪拜電柵園也中國人辦的？他在坑蒙拐騙方面，在動歪腦子方面，那他那個是无所不用其極，很厲害。那這一點跟這個我这麼的華人點讚啊。所以王叔作為一個華人，我不想看這一步，但是。就像當年台灣的作家白楊說過的嘛，醜陋的中國人，咱們該醜的我們也揭露。所以我們要正視這個現實，就中國的足球其實是在這個行業裡面，所有行業裡面是相當先進的了，但是它是一比較就是落後的，這就是殘酷現實。它不是說这個很多行業好，就這個行業不行，錯了，是都不行。他做的相當行，已經不錯了。王叔再講一下，你看我們有的行業，你看這個為什麼這個樊振東現在在中國不行，打不出來，到了德國乒乓球俱樂部就出來了呢？不是中國人不行，是制度不行。王叔跟大家分享一下什麼叫制度啊？你看中國，我把这個個體啊，要麼是在這個事業單位，是吧？就是體制內，要麼在體制外，民營企業之類的啊。體制內，眼光朝上，揣摩上意。我在中國也幹過啊，我搞科技也幹過啊。他首先是立項，項目立項，找誰立項？找上級單位要錢要項目，对吧？你沒有錢沒有項目，你搞什麼科研呢？那麼這個。揣摩上意是重要的，自己有沒有水平那再另外一回事。你先揣摩他需要什麼東西。為什麼？所以說為什麼中國還有的學校不知道是复毁的是不是武漢大學吧？卡扎菲思想研究課題。你中國政府支持卡扎菲，我研究卡扎菲思想。研究题目就上報了，批錢了。這個。教授就願意搞卡扎菲思想研究，馬杜羅思想研究，也你看揣摩上意，你是中國支持委内瑞拉，那我就揣摩馬杜羅思想，那就有立项了，有項目了，拿了錢了，这個狠了，是吧？有錢我就项目立项可以往下進行了，你搞個什麼項目沒錢的，上級不批錢，你什麼都幹不了。大家聽懂王叔的意思嗎？所以中國的科技人員他都是揣摩上意的高手。那他不是班面不高，他不行，所以呢，他造成這個結果。那麼作為民營企業家呢，他的眼光不會長遠，他就是考慮怎麼樣現實要賺錢，要活下去，是吧？稅收這麼高，管理這麼複雜，管理又很綁得很緊，那我考慮怎麼賺錢，那就怎麼壓低水平，怎麼壓低這個質量哦。當然我的也肯定考慮，但是我怎樣考慮賺錢呢？你考慮質量不賺錢，那怎麼行呢？你像日本有的企業，你搞這個百年企業，這個家族企業，它可以匠心，它有這個工匠精神，可以把它協助的非常好，賺的錢少點也無所謂。中國企業不行呢，他就考慮賺錢。我在中國也幹過企業，那我就賺錢，不賺錢我活不下去，我也沒什麼積累，對吧？然後呢，這個是吧？所以很多的中國這個事業單位搞的一些項目，往往是實戰檢驗方面也差。他就沒有實戰檢驗。你看這次這個軍事方面，據說這個委內瑞拉是吧？這個馬杜羅採用了這個俄國的防空網 AS-400，中國的什麼這個 JF-27，在美國這個軍事力量面前起什麼作用？失效了，導彈鎖定了 ，lock 鎖定了。美國人偵測了，發現他們鎖定我們了，目標鎖定了，但導彈發不出來，什麼原因啊？美國的技術把它壓制了，是什麼電磁干擾技術也好，那我們現在不專業啊，不好說。但是美國把它壓制了，不讓發出來，好不容易發出來個到大概據說飛行了30米就下來把自己人炸了，傻掉了吧？他實戰能力沒有，他是不靠實戰檢驗。你像美國，他這麼多年，不管是打伊拉克戰爭、打阿富汗戰爭、打越南戰爭，打了很多，他是實戰檢驗的，不斷的總結、復盤、學習。中國就沒個實戰。他搞的東西看的是高大上，實際上他都經不起實戰。王叔這樣說白了，真打起來他真不行。
我再說一遍啊，真打起來真不行，那靠人，就像俄羅斯一樣靠人堆。这我骑着馬上去了，你看這交通工具都打沒了，這騎着馬去運輸傷員，你這打的怎麼上，是不是啊？這就是這樣，你威權國家它就是這樣情況啊。所以呢，我這裡跟那個中國足球队啊報個區啊，還是不錯的，能夠堅持那麼多年，穩定落後，在世界排名是穩定落後，總是進不了世界杯，就代表他的水平。它也代表了中国的科技水平、经济水平、军事水平，它全部是代表。它里面做的不错的。我说这個結論啊，所以說呢，這個不要小瞧這國足啊，國足就是中國的水平。我要不要再舉個例子？中國在很多技術方面都不行。王叔原來是搞理財的，最開始學理財。中國人在理財的教科書這個上面都有問題，什麼問題呢？就是認為投資是理財，理財就是投資，實際上錯了，理財不是投資，投資是理財的一部分，很多人不知道，很多教科書上面都是講的都是就顛倒黑白了。我再講一個例子，我最後是研究行動學習的，大家知道行動學習是西方搞的啊，英國人雷格瑞文斯發明這個技術叫行動學習之父嘛，是吧？這個技術王叔的好歹是個專家了啊！我在10年前開始研究行動學習項目，我在中國走了很多地方，我就不明白行動學習它的公式很簡單 ，action learning AL 等於 P 加 Q， 就是 P 就是 program knowledge，Q 就是提問嘛。这个行動學習就是什麼意思？就是說，對它字面上翻譯就是對程序化的知識進行深刻提問，這叫行動學習。我就不知道什麼叫程序化知識。在耶雷問了很多人，大家都答不出來，弄得王叔沒有辦法，就是啃那個雷格瑞文斯的原著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嚇一跳，發現雷格瑞文斯寫的是 program knowledge， 叫程序化知識，但是它的原意就英文的原意不是這個意思，什麼意思？就是過去的、過時了的、老調重彈的，這種的知識，一定要結構化知識，進行深刻反思。我在中國去問他們很多教這方面課程呢，什麼程序化知識啊？他們說那就是要學習一下這 NBA 啊，類似的管理啊、會計啊、財務啊，企業管理方面的知識啊，把它學一下之後再來提問啊，扯淡！這就我就頓悟了，對現存的知識隨時反思提問，尤其是已經就當下的知識，對吧？當下的但是已經不實用的知識進行提問。所以我就說，隨便一個行業，中國都是遠遠落後於西方。他沒有靜下心來、沉下心來去做事兒、去研究、去實戰，這是中國最大的問題。當然也是體制帶來的問題，跟體制也有關係。他揣摩上意吧，他不是經過實戰檢驗。他實戰檢驗跟的是民營企業，民營企業他又是往往混水摸魚撈點錢，他這個東西也有問題，對吧？反正他總是他做的跟西方比起來，做的他總是不到位。當然某些方面可能比加拿大好點，加拿大更不到位了啊，是吧？加拿大的吧，現在卡利領導的吧，更扯了，是吧？所以我說嘛，你中國要想把汽車行業搞到加拿大去，加拿大肯定扛不住的。那加拿大他那個不說了啊，好不好？今天我們還是回過頭來講這個中國國足啊，我要說結論就是中國國足就代表了中國的真實水平，它在中國各行業它就是領先水平，但是跟世界實戰比它不夠。以上觀點講的不對地方，請大家和王叔互動，打在屏幕下方。好，謝謝大家。讓你能夠聽到我的心，什麼時候也能把我想起。